只缺2颗小晶片，我们也无法组装整辆车。换句话说，你会因为一个小螺丝坏了整部车啊，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的。所以现在安氏的商业模式也被大家作为这个全球企业的教案研究。安氏之所以现在被注重，主要是在于看似是一个原先是中国大陆诟病的公司，是都应该运作很好嘛，设计就在欧洲设计，特别在今年做出来的时候。封装还有封装很多的细节就在中国做，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哦，没有道理要出问题。因为中国都知道这几年已经变成拉回来做内部的经济，内部的经济变成自己的实力，因为进口市场也可以叫欧盟理正下跪，对吧？对，出口的力量的话，也可以要不要采购你？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无论进口出口，已经变成它国际竞争国家的武器了。今天首先带着大家一同来关心的就是在 APEC， 我们看到了习川。中美2强的元首会之后呢，达成了阶段性休兵的共识，但是中美竞争的格局还是不变哈。先前中美双方呢，我们看到打稀土啦、打管制啦，那这样的这些方式呢，打得火热那段期间，但没有想到真正的所谓卡脖子啊，竟然是发生在安氏半导体这个事情上面。没有想到呢，因为安氏之乱，造成了全球的汽车供应链出现大乱。而安氏半导体呢恢复出口的最新发展，是大陆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本着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负责任态度，已经及时批准了中国出口商的相关出口许可申请，也就是呢恢复出口安氏所生产的车用还有电控晶片。那么在中方发表声明之后，德国有一家汽车零组件的厂商也透露，他们已经获得许可啊，可以重新取得从中国大陆出口的安氏半导体晶片。好，那么德国总理梅尔茨呢，对于这次的安氏晶片恢复出口，也表示感觉上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晶片恢复供应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而荷兰这边呢，经济部长卡雷曼斯也表示说，荷方对中方宣布恢复这个安氏的晶片供应表示欢迎，另外也将会继续和中国大陆当局保持密切联系，针对此事呢，也会和欧盟执委会以及国际伙伴来密切协调。看得出来，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尤其是荷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哈。现在包括中方，包括荷方各退一步。那安氏的晶片的客户当然也是松了一大口气哈，因为暂时卸下了忧虑。但坦白说，这次打出的安氏管制牌确实有达到卡脖子的效果，让中方这个牢牢地抓住了主控权。所以钟老师先带我们看因为我们讲说这次的安氏之乱就是卡这个车用晶片。电控晶片没有想到竟然出了奇效，可是跟之前美方所寄出的管制，像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它的不同之处，您怎么看？刚才听这个何龙兄讲到这一题就让我以为是这个安史之乱呢，这个渔阳鼙鼓动地来。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启发，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呢，的确可以造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这个杠杆，但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其实主要生产的是所谓基础晶片嘛，那这些基础晶片，当然你可能对于这些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可能会觉得说这已经是一个成熟制片，所以他不会把重心放在这里。大家在这些大的公司比较的是他们在尖端晶片上的制造能力，可是很多的产品使用晶片是需要使用这些基础晶片，对，而这个恰恰好就是中国大陆过去这10年努力发展。刚好在2015年的时候，大陆成立了所谓的国家大基金，开始大量的投入所谓半导体的生产。那当然很多这些也有不少是失败的这个案例可是毕竟在大量的资金长期的投入之下，它的确创造了非常可观的产能，而它的价格搭配上它的这个生产的速度效率，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那当然就会使得其他国家减少了这方面的投入。所以你不要只看到有些公司、有些大厂它生产最尖端的产品，那是因为有其他的公司生产基础性的成熟的产品，而使得这些先进的大厂它不用继续生产。所以像是艾斯摩尔的话，他们的光刻机用来生产高端的晶片可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制程的研发跟突破上面，可能用到这个高端晶片，但高端的设备是比较有时效。可是变成是刚刚老师提到，
基本的哈，一般的车用晶片也好，电控晶片也好，对，如果一旦没有了就完了。对，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它通过这个出口管制，像这一次德国为什么能够可以？事实上，它是因为中国大陆商务部给它一个这个豁免，所以因为它一旦通过管制之后，它就变成可以个案许可，那就变成可以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那当然各国就不希望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太僵。现在第一个是德国，第二个听说这个Honda 本田在墨西哥的厂大概也可能拿到。对。好，那这些当然都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错，像这个艾斯摩尔他们是第一个，它的制裁是集中在所谓尖端的这个产品的制造哦，它通过设备来卡它的制造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固然可以在这个生产设备上还掌握这个优势，可是你这个庞大的这些需要使用晶片的各种产业，它不是那些尖端的产品。它也不是通过你这些设备，它也不是依赖你这些设备的，它依赖的是直接最终产品啊。那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这些过去这10年累积下来的产能发挥了杠杆的效果。对，因为成熟晶片就安氏所做的这些车用也好啊，电控也好，其实一旦断供的话，真的会造成全球汽车的供应链大乱啊！因为这个很多立刻就减少自己的生产量，然后下修自己的这个出口的次数哈。出口的这个产量。好，那进一步来看呢，安氏半导体啊，其实它原本是飞利浦所拆分出来的恩智浦半导体旗下的部门，在2017年呢才开始正式独立运作，然后呢，在2019年啊被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以36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1115亿给收购。它主要是生产大量应用在消费性电子还有汽车电子系统的低价大宗的晶片，比如说像电晶体啦、二极晶体啦。好，刚刚特别提到用在车用还有电控哈，像是什么车子用的刹车，还有呢这个引擎控制等等哈。另外呢，像工业用的、农业用的机械设备啊，也都使用这些低阶的晶片。但是因为它的产品数量非常的大，那因为价格又很低，所以呢，德国业界曾经称呼它说这种晶片叫做鸡饲料晶片，但没有想到这次呢，鸡饲料晶片把欧洲脖子给卡得死死的哈。可是姜老师啊，大家都没想到这么出街的一个晶片，或者我们讲说成熟制程所生产出来的，可是一般民生或是特别是车子，它是需要用到的晶片，竟然能够被卡成这个样子哈。那这次对于汽车制造业来讲哈，大家也在评估说怎么会影响这么大？难道都没有先前想过任何的替代方案吗 ？OK， 其实归根究底，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大家说它是个鸡饲料的晶片。那其实这个安氏半导体做的东西，其实在卖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从几毛到几十块美元而已，非常之低，但是量大，利润低啊。那他们做的东西基本上是所谓的被动元件跟功率元件居多。然后被动元件基本上大家听这个好像有点难理解哦。那它到底具体用在哪里？各位想象哈，它其实是用半导体的模式的一个类似保险丝的状态，的一个东西一个元件哦。那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通电的东西就会需要这样子的被动元件。那最近国巨不是也把那个日本的那个智谱电子给收购嘛？它也是做类似的东西。但目前来说哈，全欧洲或是全世界在做被动元件或做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第一名其实是英飞凌，那第二名是安氏，再来是意法，再来是日本的瑞萨，再来是德仪啊。那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公司在做。然后由于安氏半导体，它其实在化合物半导体它的市占率有14%，但这化合物半导体14% 里面，在车用又占了28% 左右哦，所以它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占比啊。而且从目前开始慢慢从传统的油车开始转换成电动车，那其实在这方面会需要用到半导体，跟用到智慧化设备的占比也越来越高。那其实，在这一次事件之前，虽然说是美中贸易战导致现在看出安氏半导体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回推到2019年，其实也遇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政治因素，是因为疫情。
那过去在车厂，它会采2+1的方式，就是2个供应商，1个备用商。那以前其实蛮惨的，就是 Toyota 他们很推叫做金石制造，就是不留库存，我需要的时候大概是4周左右，我就是可以再下单。对，那遇到疫情之后就断供，断供完之后，他们现在从4周上修到16周。那其实目前来说啊，至少每间车厂大概有超过4周以上的库存是可以去做一个 buffer 的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因为随时可能中美关系导致某一间公司出现供应链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会变成反全球化？所以江老师，我想教，照您这样分析的话，是不是未来在特别是欧洲这边的汽车供应链的这个厂商、相关厂商，他们会去调整，包括刚刚提到的在库存方面，他们可能产业战略必须要转变呢？那目前来说的话啦，就是第一个，它真的利率太低了。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安氏半导体80%是来自中国，可是它的前面晶片是从德国跟英国提供的。对，那就是真的有点是算是也是少到这样子美中贸易战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这次我也看了一些分析啊，就是德国跟英国主要制造，但是送到了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东莞这边来进行封装，就封装卡住了呢，其他就后面全部都断掉了哈。所以这次为什么安氏之乱啊，造成这个汽车厂商的非常的担心，而且特别提到说，一台汽车呢，大概至少40种晶片，可是比如说像刚刚江老师提到的电动车也好，未来的智能车也好，需求可能更会多达150种以上的晶片，是不容小觑。像宾士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负责人啊，这位叫做博泽，他就指出，他说这次问题啊，跟以往所发生的晶片危机不同，并不是说产能不足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供应中断。企业虽然能够尝试分散供应商，但是没有办法100%的保证去风险化。他就说了这句话，重点。只缺2颗小晶片，我们也无法组装整辆车。换句话说，你会因为一个小螺丝坏了整部车哈，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的。所以现在安氏的商业模式也被大家作为这个全球企业的教案研究。上志哥怎么看？以欧洲研发、中国制造，刚刚特别提到封装在东莞啊作为主轴，每年生产大约1000亿的这个晶片。然后现在呢，这个因为入股所以变成是说文泰科技变成母公司啊。那这样的生产模式，我们都知道，中美竞争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它就一直会竞争下去。所以接下来像这样的模式还可能存在吗？安氏之所以现在被注重，主要是在于看似是一个原先是中国大陆诟病的公司，都应该运作很好嘛，设计就在欧洲设计，特别这今年做出来的时候，封装还有封装很多的细节就在中国做，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哦，没有道理要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安氏的这一次的诟病，他从2016年、17年谈，2020年最后并购成功。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中国大陆没有错，在2010年之后，无论国企跟民企，都让大家到处出海去诟病，就像吉利汽车收购 Volvo，等等都在这段期间。可是呢，后来因为2016年，就是安氏他们开谈的时候，因为开始已经美国川普第一任开始在打中国了，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开始到2021、22什么呢？把所有原先大量包括国企到美国上市的，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巴巴，陆陆续续要求回来。你不要你的资金跟你的最后的控制的命脉都在别人的股市上。也就是说，在2019、20年那个时候，经历了中国把全世界中国的产业拉回来，不要诟病了，不要像先前积极诟病，而安氏是在这个 timing。2020年诟病成功，所以可是他当时诟病的模式就是好分工嘛。欧洲晶圆设计没有能力做封测，因为需要很多的人力，那配合在整个中国做封测，所以实际上他虽然是诟病，可是实际上还是2个公司。这边虽然叫做中国安氏，可是就是原先文泰的这个基础。为什么现在可以分开，大家各自卖各自的原因在此。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很值得重视，就是这次因为政治力介入了。明明这个是难得残存，中国还允许你往外诟病的，因为中国都知道这几年已经变成拉回来做内部的经济，内部的经济变成自己的实力，因为进口市场也可以叫欧盟理正下规，对吧？对，出口的力量的话，也可以要不要采购你？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无论进口出口，已经变成它国际竞争国家的武器了哦。所以这次你既然荷兰可以搞这个事儿，你政治力就可以这么样野蛮的介入，这可不是安氏这家公司的问题。对于中国整体的这种进出口，
后，全面的不要说是支援自己的中资企业了，而且要知道这个很特别哦，这一次的部分是供应链，对，因为不是全部，就是说供应链本身被分拆了，就像你像海胆哈，你切个角，对不起，海星，你这个角自顾还可以长出来，就是它自己中国安氏不会断掉，所以这样子大家能撑下去吗？真的是撑到最后都变成2个公司吗？对，所以目前其实为什么看不出来绝对的解决之道？就作为不只是政治力的对抗，还包括中国在国家战略上，这个是一个全新 case。没错，未来怎么处理会奠定一个新规格。而且最后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资本诟病这件事情，全世界通则，被美国诟病，被德国诟病了，就是他的公司了嘛。那现在为什么诟病已经做那么多年，可按照道理应该一统江湖，竟然可以全部都不算数，所以这样子的影响是在全球企业、跨国企业的诟病、经营跟政治介入，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害怕的。对，刚才特别提到说，川习会之后呢，中美现在达成了共识啊，是休战1年，暂缓1年所带来对于双方的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最近大家看到是安氏半导体的风暴。怎么说呢？因为呢这场原本是荷兰挑起啊，声称是因为国安理由那所发动的这个企业接管行动，现在却让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因为先前呢，荷兰政府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接管安氏是基于司法调查，强调跟政治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白宫呢自己跳出来承认说，根据川习会在会谈期间所达成的框架共识，那么安氏半导体呢将恢复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货。这证明这就是安氏之乱呢，根本就是在美方的压力之下，哈，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交易。现在荷兰里外不是人，哈，当然大家现在看的就是安氏会不会这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哈，在处理未来万一又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朱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他的公布的这个协议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原来安氏科技它就是说，在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政府介入之下，停止向中国大陆出货，然后后来中国应该这样讲是，他在这个荷兰政府介入之后，他更换了他的执行长。因为他原来的执行长就是文泰科技的这个创办人嘛，对。那么后来他一旦更换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就停止向荷兰供货，那么作为反制的反制，那么安氏半导体呢也停止向中国大陆供货，所以两边都停住了，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川普的在这个川习会后的宣布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恢复向荷兰供货。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提供的是所谓的基础半导体基础晶片是提供给非常多所谓消费性电子产品啦，或者是汽车使用的这个晶片。对，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汽车厂，都成熟制成的，包括像这个本田汽车，就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厂就准备要停了。那你上日产，他是说他到11月的第1个礼拜就准备要停了。那所以川普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宣布。可是为什么说让荷兰政府很尴尬呢？因为荷兰政府原来是说是基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去做了这个介入。那么现在一揭露，原来这个是背后是美国的这个操盘，因为它其实原来荷兰介入是要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因为文泰科技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它也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荷兰政府介入之后，它就不是文泰科技的。荷兰政府还是个主权国家吗？对对，所以他的问题是源头是出在他不希望被美国政府制裁，当然也有美国政府背后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希望他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成为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跳出这个制裁的一个巧门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安氏之乱哈，它不只是现在让荷兰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哦，是变成了像外交上的一些风暴之外，其实它直接就像是刚刚左老师所提到的，它重创了欧洲的整个汽车产业链啊。因为呢，安氏的产品啊，它是以成熟制成的晶片为主。那外界很多人都会以为呢，成熟晶片呢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看起来是比起高阶晶片来说，它算是中低阶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却是车用跟工业晶片的命脉。进一步细看到，安氏的产能有将近80%都在中国大陆的安氏半导体，
结果安氏被中方暂停了广东工厂的出口呢，就等于失去大部分的后端产能，也导致整个欧洲汽车供应链陷入了断链的危机。当然，现在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赶快解决，不然刚才也提到了，像尼桑啦，像一些这欧洲的一些大的车厂啊，哇，没有这些晶片怎么生产汽车？好，美国跟全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忽略了成熟制程晶片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力？黄老师，您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成熟制程这个晶片，可能对字面上有点误解说，这个好旧啊，这个好像没啥人要用。但其实，在车用晶片或一些特规的晶片上面，成熟制程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它稳定，它可靠，然后它的封测标准都是验证过的。再者，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链里面，成熟制程可以说是整个晶片的最后一里路。那最后一里路走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那都是假的，你做不出最终的产品把它出去，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不止整个汽车产业链，其实包含其他的控制器等等工业用的晶片，家电也是哈，家电有些也是使用这种成熟制程，因为它成本低嘛，你不可能今天我家电我装个 Blackwell 把它塞进去，对，然后说 AI 不到那种算力，也没有那个电力，也没有那个电力，对，所以其实这个成熟制程晶片，大家放着放着，其实早年很多成熟制程慢慢移转到中国去下线开片之后，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各国都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也是渐渐的这个依赖性一旦形成了，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占了全球，刚刚特别提到将近90%啊。当你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全球都慌了，就整个乱了套了。是，就包含其实各种原物料，像早期的日本出产的氢氟酸等等，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今天只要一个关键性的产品被某个国家在供应链上面掐死那个节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黄老师，那你接下来怎么看哈？就是中国现在我们刚刚讲卡住了80%的后端产能啊，那现在慌的是荷兰，因为他们想办法要解套。现在除了传出说呢，有被要求要恢复前执行长就是张学正的职务之外哈，当然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其实在 EUV 这个部分呢，它的出口是被管制的，甚至是被限制住，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能的谈判交换筹码之一呢？我觉得在短期上其实荷兰的解套这件事情，它本身比较复杂，它会升级到整个国际关系上，然后还有整个政治协调的筹码上。但在短期上，可能要做适度的让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与其说是荷兰政府解套，应该说现在的在于说欧洲汽车同业工会他们如何去表态整件事情。所以未来很明显说，至少中长期从1年半个月后到1年这段时间，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捞各地剩余的产能，至少先补足他们目前欧洲残存的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多极化的供应链表现会可以减少在政治协商上面的一些损失。那至于能不能解套，这还是得看我们川普如何去发话，以及如何去走下一步。OK， 这个问题同样的，想请教一下林老师，您又怎么看？因为接下来对于荷兰来讲，他要想办法先是解套，不然的话影响到是整个汽车的供应链。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我们讲的安世之乱啦，对于欧洲国家或者对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上了一课。就是我之前其实全力去支持你美国政策，可是你现在美中关系感觉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改善了，缓和了。那我变成是不是里外不是人？那是不是我之前前面所说的会变成我日后跟中国进行贸易上面的包袱？这一块其实是现在各国大家会去思考的。那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荷兰它当然其实我们常说荷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什么的，跟中国这边的一个互动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既然上升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那现在解套也会是回归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对，会变成的是就商业归商业。那你刚刚其实黄老师有说是不是会去搜刮一些他其他的产能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的就是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
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当然，今天这边也会去取决于说今天的一个美中的进程，或者是中国之后对习近平来讲，他要不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去跟欧洲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互动，因为这些互动是有可能会去让双方都去解套，对，甚至是对于荷兰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去摆脱目前的一个困境。其实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刚刚特别点到了荷兰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中美角力当中的尴尬之处哈，原本就是可以说是棋子吗？或者说当成一把刀啊，借刀杀人。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缓和了之后呢，就被放在一边，或者说现在问题摆在那边，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然后白宫方面呢表态说，要恢复安氏晶片出货。而且呢，暂停实施刚刚特别提到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也就是说，当初逼迫荷兰出手对付安氏的这个杀手锏，现在破功了。那破功之后呢，想办法要收拾残局嘛。那美方这一步棋呢，看起来好像是对中方大举让步，但是就是把荷兰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哈。因为荷兰现在得罪中方，可是又不能得罪美方，这就是荷兰现在的尴尬。那更尴尬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安氏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他们已经正式的要求荷兰政府恢复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作为重新开放中国工厂出口的前提条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张学正的职务应该很快就会被恢复，对，是不是？我会觉得是会那个尽快会恢复。所以变成夹心饼干的荷兰刚刚你已经点到了他们的尴尬那接下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总不能说，这个之前都是一场误会吧？这边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千错万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倒不是我今天把荷兰赶尽杀绝，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是现在适度的停手，会让未来更多的欧洲的国家或厂商，他不会再 all in 去挺美国。反而是我是不是要双面下注？在我支持美国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跟中国这边也要留一个后路？我会觉得，就一个长远性来看的话，这个或许川普他只是为了他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之后，可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要会想的是更长远的中国整体的产业。我会觉得在这一块，或许中国这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步的空间，不要那么一个穷追猛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方把这个状况给搞出来了。荷兰现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总不能让荷兰自己去面对这个残局嘛？你觉得美方会出手吗？我觉得美方的一个出手，或者是今天美方就是说暂缓1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1年再说？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荷兰你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还是要再去看川普在这一面的一个整体跟中国这边整体的一个互动。所以其实这里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对各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警惕。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您觉得接下来的后事？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已经任命了新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新的执行长用什么理由让他下来呢？这是更尴尬了。当然，所以他变成荷兰必然要完成他的所谓的司法调查。对，那司法调查要有个结论说，这个之前这个替换的决定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发现这个原来所担心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就结束他的调查，那么再做职务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因为任命了这个新的执行长，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现在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古人有说“三思而后行”啊。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我们就来看美中之间的科技争霸。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美大打经贸战的同时中国大陆在晶片技术上面又传出有了重大的新的突破。这个是北京大学人工智慧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孙仲，他所领衔成功带着团队呢研制出了一款基于组变记忆体ReRAM 的高精度可扩展模拟矩阵运算晶片。那首次呢在这个计算精度上面达到了可以和数位计算相媲美的水准。在大规模讯号侦测这些相关运算当中呢，这款记忆体的效能也比现有的 GPU 要提升100倍，甚至号称是有1000倍啊。另外呢，武汉大学专案研究团队也宣布，在北斗高精度定位和授时晶片研制，还有就是通导遥一体化应用的领域，
有重大突破，研发出了北斗高精度定位 SoC 晶片啊，跟这个室内室外无缝定位的模组，打破了高通还有博通这些国外大企业的技术封锁。现在看到就是说，包括北大、武汉大学这2个团队在晶片研发上面纷纷传出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消息啊，证明了是不是说中国大陆的晶片技术确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只是时间问题啊。那骆老师怎么看它？也代表的是不是说美国先前我们所提到小院高墙、围堵、封锁，其实效果真的不大？在这里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大陆它在理工这方面的发展确实是越来越进步。中国大陆1年有200万以上的理工系毕业的大学生投入的这个职场，所以对于它的 AI 的这个发展跟晶片设计的确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那美国我们知道在半导体领域里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全部的供应链。美国在 IC 设计它是最强的，台湾在晶圆制造最强。日本在这个特学化用品不错，荷兰在这个设备是很强的，那南韩呢是在记忆体是很强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导所有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那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出来，表示它在自主设计跟材料创新里面获得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将来真的能够运转量产，那的确是在 GPU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是中国还是要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它还是没有办法生产最先进的晶片，7奈米以下的，它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它目前还是输给我们的台积电，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三星，这是无可厚非的。第二 ，EDA 这软体的运作还是要靠美国不管是新思科技，还有易华科技，还加上德国的西门子，都掌握 EDA 的设计软体。第三，它的设备还是要靠 EUV 啊，那它现在没有 EUV， 它都是用 DUV。DUV 能不能够做出 EUV 的这个效果？它受到高端设备材料的限制。第四，它在封装测试这部分里面，因为它没有先进的晶圆代工的晶片，所以封装测试它也没有办法达到先进。目前这一部分还是台积电是领先的，台积电本身就自己制作封装跟设计。第五，这个是实验，这个是不管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它是一个实验，它也没有办法达到量产。它有没有做出很好的良率？它怎么能做出一个整个生态系？这对中国来讲还是一个考验跟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它有做出这个，这也是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替他们高兴但是要完成这所有的晶片自主能够全部的供应链你都能掌握，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是那句话，不要低估了中国大陆科研的实力啊！因为科技研发的话，除了一方面是要寻求突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办法呢，就像美方现在做的，要封锁啦、围堵啦，要拖慢对方研发的速度要双管齐下才行。但是中间的漏洞也许很多那特别讲到人才的部分，在成熟晶片的这个部分彭博10月23号有报道说，最近大家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说这个荷兰代理经济部长呢，他就援引了冷战时期1952年物资可用法出手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有持股的晶片制造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安氏半导体还罢免这个安氏的执行长张学正。北京方面立刻就祭出了反制，就是什么呢？切断中国广东厂跟荷兰母公司的营运联系，并且呢恢复向中国大陆国内供应半导体，所有的销售呢也都必须以人民币结算这样的规定。好，所以邱老师看到这次我想先问的是，荷兰的这个动作后面一定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吧？我觉得美国的把安氏列入那个实体贸易实体清单，是一个点，一个开端了。对，但是这个不是仅仅只是封杀或者是为了压制中国的晶片科技这么简单，这背後有非常大的商业利益。如果我们在看这一整个事件的发展，有非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目前很少看到，因为国际贸易或是公司在全公司的治理或管理的模型架构，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不是说在荷兰的公司他们就有一套特别的做法，美国公司有另外一套特别的做法。就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这么成熟，已经这么多年的情况底下，一家公司里面决策董事会做什么事，执行长做什么事，底下每个部门做什么事，公司的所有权应该是怎么样计算，其实这是
你英国公司、欧洲公司、美国公司都一样，都是一模一样，它包含台湾的公司也一模一样。但这次荷兰为什么直接援引1952年物资可用法？就是他知道直接去干涉，就是在现在这个公司治理架构、全球的公司治理架构底下，这会打开一个非常不好的范例，而且一定会被抨击。所以他援引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战争法案，它要有一个法源依据。对，但是谁告诉荷兰政府要援引这个战争法案？这不仅仅只因为美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美国政府就是把安氏放到那个清单里面。那到底是谁策划了一整个从荷兰政府发动的这个？如果我们大家知道安氏半导体的背景，安氏半导体在2017年，它原本是飞利浦转投资的子公司底下再分支出来的。它其实不赚钱，它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倒，在那个时候才由这是中国大陆的这家公司去买了以后，在2022年、2024年分别2次重大投资，非常多的钱，然后把这家公司救起来。文泰科技才入股。对，那文泰科技好不容易把安氏半导体盘活了，救起来。那现在美国把这家公司列入贸易实体清单，其实对安氏半导体本身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本来就有除外的，因为欧洲的部分其实并不受这个法案影响。但是有人，我们目前听到有很多，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内幕消息，就安氏半导体本身内部有人想要再把这家公司买回去。因为2017年的时候它是赔钱的嘛，但是现在安氏半导体非常赚钱，而且我们在看未来，包含5G 还有新能源车上面会用到非常多安氏半导体生产的这些芯片。对，过去可能用不到，因为过去新能源车没这么多。那现在新能源车以及人工智慧这些新的开发场景应用都会用到安氏的产品。那安氏，所以大家就影响就变得很大了。对，那我们目前在看，就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谜团，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所讲这么单纯，就只是荷兰政府想要发动。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安氏半导体内部有人配合，荷兰政府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而且我们常常讲说是个案研究哈，这个个案会不会只是单一个案，还是说此例一开以后呢，大家比照办理啊，大家都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啊，后面有美国的压力吗？当然有美国压力啊，这个 definitely 啊，对，这个是从川普1.0就开始，就像欧洲国家有在科技方面、通讯方面施压，不要让中国进入你的供应链或当你的供应商等等啊，或经营什么能源公司之类的。所以这个大概是2018年就开始了。那拜登政府有延续川普1.0相关政策，那几乎欧洲国家都配合，哪有公开反对美国这方面？所以其实，在欧洲，不管是左派右派，因为其实很多在过去几年，欧洲主要国家换政府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很普遍，不管是英国、德国等等。我们现在讲，但是不管谁执政，他们几乎在这方面就是抗中都是算是一个欧洲左派右派跟美国一个大的共识。可是因为我们讲说美国给压力哈，不管是这个国家像荷兰，或者说它的这个企业哈，比如说像是艾斯摩尔啊，他们现任的 CEO，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他就是在2025年第3季度的财报大会上面表示说，虽然说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刚才也提到光刻机啊，仍然有很高的需求哈，但是中国大陆自己也在研发开发自己的光刻机哈，准备在未来要抛弃并且替换掉艾斯摩尔的产品。那彭博也报道，就是现在讲到这个安氏半导体呢，他们是采取欧洲研发、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设计重镇放在欧洲。中国大陆的工厂呢，负责全球70%产品封装的业务。但是在北京实施了刚刚讲反制措施之后呢，就是影响就大啦。这个欧洲主要汽车零件供应商也传出，最快1个礼拜之内就可能面临晶片断料哈。所以你看，像是福斯啦、宾士啊，都传出灾情啊，希望真的不要越走越坏。好，所以也看到了荷兰总理就出面，管家表示说，哎呀，荷兰政府啊出面来接管安氏半导体的行动，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啊，不要误会啦啊！中方呢现在就要由他们商务部长王文涛啊，预计在新的一周要进到这个布鲁塞尔去进行会谈啊。所以其实荷兰政府在出手前，难道没有想过，就算来自美方的压力，没有想过这后续
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啊，周老师。我认为这个很显然是荷兰政府的一个错误的计算哈。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简短讲一下。安氏半导体的这个持股公司是这个文泰科技，文泰科技在2024年12月就被美国制裁了，所以当时文泰科技怎么做呢？他就把他的，因为文泰科技其实这家公司是全世界第3大的这个所谓的代工厂，就是手机代工厂，它是苹果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生产商。所以他在被制裁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些工厂呢，准备出售给立讯科技，在广东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哦。那所以当然这个当时就涉及到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问题，所以当时荷兰政府表示说，这个制裁不会影响到安氏半导体。这个制裁只适用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文泰科技，不会适用于文泰科技所持股的100%持股的安氏半导体。当时是这样讲。但是当然，如果当美国有压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想怎么样避免安氏半导体受到影响，所以他可能看到了文泰科技所做的一个做法，就认为说未来是不是文泰科技可以把这个股份呢就转移给荷兰企业或者荷兰政府，或者荷兰政府暂时接管，然后以后再转手。我不知道荷兰政府怎么算，但这一步显然是算错了。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太过的仓促，而且他要求就是换掉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执行长张学正，张学正就是文泰科技的创办人，非常有趣的是张学正是毕业于这个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也被美国制裁了那么张学正他是出身这个意法半导体通，后来也在这个中兴科技、中兴通讯做过总经理的这个特助。那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他创办这家公司也算是一个很传奇性的公司，因为很快成长很快嘛。但是荷兰政府这么一做就反而引起了中国大陆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反击。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看到的不是荷兰，他看到的是荷兰背后的美国。对，所以他等于是就是要避免美国运用荷兰来这个压制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思维是这样，但是荷兰政府可能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它，纯粹只是希望当然这也是我对荷兰政府的解读，就是扣除掉美国压力之外，也是希望说安氏半导体不会成为美中角力的一个焦点，结果反而适得其反。这不是已经 too late 吗？已经晚了，误判已经晚了，已经。我不会说误判，但是问题是这个已经是变成欧美之间针对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了。对，所以已经 too late， 真的 too late。对，所以现在不管是借刀杀人也好，或是隔山打牛也好，就是间接的施压给荷兰，让荷兰去来对付这个刚刚我们讲说文泰科技在安氏的持股的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没有差，因为影响的不是荷兰吗？美国对这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科技的相关出口限制，或像不管是 ASML 去日本相关公司是啊，美国都是以一个大动作的政策方法来实行政策。他们不会，目前美国不会考虑那个是旧科技了，成熟科技了。虽然我们都会认为Nexperia 安氏的这些晶片就是提供给汽车，不是提供给解放军的最新科技了，对，应该没有关系了。我的意思是，但是美国的政策都是第一个动作就是好大的动作，通通全部都禁止了。对，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光科技也好，不管是现在提到的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晶片也好，它影响到的是荷兰的出口，但是对美国来讲没差。影响的是你荷兰，不是我美国，不是吗？我觉得这个美国不是这样考量。OK， 美国就是考量中国手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科技。这是美国要所以透过各种的管道想办法，就是达到我们刚刚讲说唯一。当然美国的想法是我们美国要永远领先。所以要禁止就禁止。我说什么设备或软体输出到中国去，要禁止就禁止，这个是目前美国的政策。所以我刚刚说，美国都是以这个概念来实行政策，不会考虑到那才是旧科技所以简单来讲，美国逻辑就是为达目的了。所以黄仁勋常常批评了 ，OK， 对不对？他常常批评说，我们要为了维持领先，不要禁止旧的比较成熟的
科技输出到中国，他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商用的科技，不用担心的。Ross 讲到了美国的逻辑思维，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领先。